友情提醒：高血压者切勿观看2024最新印尼恐怖片《夺命梦魇》，晃悠而来。不怕恶魔，就怕这种凶狠的阿飘。抽筋包皮，手段残忍，机智灵媒，勇敢小伙，穿行阴阳之间，看得我赶紧把大冤种叫来。话说阿杰自从父母车祸双亡后，出现了怪异的事情，大白天就能见到鬼魂。难道说他被开了天眼？而到了夜晚，阿杰就会做噩梦，说是噩梦，那简直就跟真的一样。难道他能回游阴间不成？那天晚上家里有异响，阿杰一开始以为是妈妈的鬼魂来找，后来发现妈妈的鬼魂迟迟不出来，他就把窗户关闭。没想到等他转身的时候，阿飘出现在窗外，瞬间穿墙而过。也不知来自何方的阿飘盯着他不放，最后阿杰被吓醒来。这时已经天亮，等阿杰收拾好出来上学，路过客厅，正好电视在播放一则新闻，说是一位母亲被孩子发现吊死在卧室内，这已经是第二起类似的案件。阿杰觉得梦里的阿飘似乎跟这个案件有关，在车上有个阿飘大白天的就在找阿杰申冤，希望阿杰能帮帮他，他也不知所措。不久班上转来一名漂亮的女生小美，她来自雅加达，不过同学们就传开了，他是因为经常被鬼附身骚扰到了同学，才被迫转学到这里的。因为阿杰经常做噩梦，所以爷爷就带阿杰去看医生老卡。聊了两句，他觉得老卡解决不了任何问题，就离开了诊所。爷爷回到家中，打算再请一位博士级别的医生来看看阿杰的病情，但是遭到了阿杰的强烈反对，因为追根溯源的话，就会想起车祸的那个晚上，这对阿杰来说太残酷了，他不想再提起。爷爷只好拿出一瓶类似清凉油的药水给阿杰使用。旁边站着的是他们的佣人傻强，他的脚有点瘸，但是个好人，还去劝爷爷原谅阿杰的不理智。一日阿杰在操场上站着，两只恶鬼又来找阿杰麻烦，阿杰吓得又不知所措。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，小美伸出了右手，紧紧地抓住阿杰的左手，让他深深吸一口气。慢慢阿杰恢复了正常，他感激地望了一眼小美。事后小美也好奇，就想知道阿杰开天眼已经有多长时间了。阿杰很有性格，就不想说。小美就告诉阿杰，万一看见了鬼魂，就当是没看见，那样就不会害怕。在回去的公交车上，阿杰遇见了一位大叔，他却靠在阿杰的肩膀上睡着，时间长了，阿杰有些受不了，于是就伸出双手抱住大叔的头部。哪知道阿杰竟然进入了一个灰色的空间，他看见大叔和妻子正在病床的一侧，床上正是他们被急救的孩子。阿杰也不知怎么搞的，瞬间又回来了，只见大叔睡得还正香。半夜阿杰又开始做梦了，不对，应该是魂游到阴间。他看见在大树的根部埋了一个男人，仔细一看，不就是白天公交车上的大叔吗？吓得阿杰连连后退。突然梅姨出现在他的身后，撑住了阿杰将要摔倒的身体，还问阿杰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。突然在旁边山洞门口亮起了白色灯光，一位女人唱起了动听的歌曲。很快大叔被吸引到山洞门口，瞬间被那个女人拉了进来。梅姨就让阿杰赶紧离开这里，然后对着自己的脖子就是一刀。阿杰吓得到处乱跑，结果撞在一根粗树根上，贯穿胸腔而死。其实阿杰没有死，恰恰这是逃离阴间的方法。刚才那个梅姨应该也没有死。这时的阿杰从床上吓醒，这时天已经亮了，反正都已经习以为常了，也不去纠结梦里到底发生了什么。等阿杰上学时，新闻播报了昨晚一起自杀案，死者正是哪位公交车上的大叔。阿杰完全惊呆了，回到学校，他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好友阿迪。他用手机上网查一下，果真是这样的。阿迪相信了阿杰有预知的本事，可实际上他是处于死亡的现场啊。阿杰觉得这一系列的事情没有那么简单，就想请阿迪帮他一起查清真相。阿迪当然就答应了，然后两人竟然逃学，来到了大叔的家门口。他的妻子正在哭诉着，意思是丈夫是被恶魔杀害的，因为丈夫身上没有任何的伤痕，就这样直挺挺的死在床上。然而阿杰转头时，却看见梅姨竟然站在一个巷子里远远的观望。阿杰瞬间兴奋了，于是直奔梅姨跑去，哪知梅姨瞬间消失在小巷子里。他们回到学校，阿杰就跟阿迪在说，为什么梦里的人在现实生活中都存在呢等一些话语，没成想被一旁的小美听见了。她本来就开了天眼，对这些奇异的事情自然感兴趣，于是就凑过去了解情况。本来阿杰对小美就有好感，这下还有了相同的兴趣，于是破案三人组正式组建。小美就认为阿杰去的地方不是梦境，应该是阴间的某个角落而已，这个凶狠的阿飘躲在那里为所欲为。
到了半夜，阿杰在睡梦中又回到阴间，他看见了在那棵大树根下有个老太婆，接着在那个光亮的山洞门口有个鬼魂唱着同样一首歌曲。老太婆被吸引过去，阿杰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，就去拦住老太婆，可却被老太婆一把推开，让阿杰回去睡觉，别管闲事。他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老太婆瞬间被拉进洞里。很快一声惨叫传来，老太婆的人头被丢了出来，阿杰吓得又到处乱跑，这次被梅姨拉住了，而且告诉阿杰他是身负使命的人，一定能打败里面的恶鬼，但是现在必须安全离开这里，然后用树杈把阿杰捅死。果真阿杰从睡梦中醒来，太阳已经升起。上学的时候，阿杰守在电视旁，果真新闻报道了老太婆的死亡事件。到了学校，没想到阿迪竟然发现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都来自八景村。就在这时，小美表示她能把昨晚的那个老太婆的鬼魂招来附身，看看她怎么说。于是放学后，三人回到阿杰的房间，然后小美就让老太婆的鬼魂附身。果真老太婆告诉阿杰，只要找到木卡这个人就能知道真相，而且还告诉了具体地址。刚讲完，小美又被另外一个恶鬼附身，结果搞出好大的阵仗。哎呀，竟然还是专门针对阿杰，恶鬼表示要生吃阿杰的肉，喝他的血，阿杰就是下一个要死去的人，然后就离开了小美。这下把爷爷也吓到了，他们就把实情告诉了爷爷，爷爷就表示他也曾经在八景村待过，而且阿杰还拥有一半的八景村的血统，村里的人相信自己都是某个神的后代，所以阿杰有一项也不是很奇怪。隔日放学后，两人骑着摩托车去找老太婆所说木卡，在那个所说的旧房子里，阿杰没看见什么木卡，倒是有点头晕，似乎看见了梅姨，接着就晕了过去。等阿杰醒来，他已经被梅送回了家中。原来他就是老太婆口中所说的木卡，梅是一位灵媒，还告诉阿杰梦中出现的恶鬼名叫阿苏，他是八景村的人，曾经也是一位很有实力的灵媒。他收养了一名男孩，就像对待自己亲生儿子一般。一次阿苏做事的时候，由于被恶鬼附身，造成了他误杀失主，整个村子的人瞬间觉得他是坏人，顿时情绪大爆发，就把阿苏钉在木屋里，然后就让他自己慢慢的死去。小男孩想救母亲，但却无能为力。几周以后，阿苏气绝身亡，小男孩收走了阿苏的尸体，然后就消失了。梅姨认为目前出现的这些事情都与那个长大后的男孩有关系，而阿杰就是天命所归，是专门来对付坏人的。作为八景村的后代，身上肩负了使命，他必须回到阴间，把那个阿苏的鬼魂斩杀。第二天，阿杰等三人来到梅姨的家商量下一步怎么，因为阿杰去阴间斩杀阿苏的鬼魂只是方法之一，但还有另外一个方法，就是把阿苏的尸体找到并且焚毁他，那么阿苏的鬼魂也会消失的。梅姨决定兵分两路，阿杰去阴间斩杀阿苏的鬼魂，与此同时，小美和阿迪去把阿苏的尸骸找出来焚毁。随后梅姨用她的方法让阿杰和小美直接进入了阴间，但是事情有所疏忽，突然梅姨被一个男人割喉斩杀，此人就是佣人傻强，他一直维护的阿苏的尸体，他就是当年那个被收养的男孩，他一直对母亲的死念念不忘，渐渐生出了怨气。看到这里，咱们可以发现这一切都是傻强的搞的鬼，他才是幕后的大 boss， 而且阿杰父母的车祸也有可能就是他搞的鬼。时间不等人啊，傻强立即对爷爷下手，这才导致阿杰在阴间遇见了爷爷的鬼魂，他正在被阿苏的鬼魂带走，于是双方发生了一场大战。没想到阿杰的功力大增，竟然把爷爷的魂魄救了出来。随着那只是阿苏的障眼法，随后他变成了真正恶鬼，将他们扑了，在爷孙俩合力之下，两人终于从阴间返回。阿杰只好送爷爷去医院抢救，随后三人再次兵分两路。阿杰就在爷爷的病房里坐着，像是在睡觉，其实他是去阴间找阿苏的鬼魂缠斗，而小美和阿迪去找傻强，这样就能把阿苏的尸骸找出来，肯定有一方能够成功，那么这件事就能结束了。小美和阿迪终于找到傻强的住处，果真在里间摆放了阿苏的尸骸，恰巧傻强回来，双方厮杀了起来。与此同时，阿杰进入到阴间，直接就跟阿苏的鬼魂开干。这场阴间和阳间的打斗简直是天昏地暗，眼看阿杰就要不行了，
毕竟小美和阿迪是2打1，小美把傻强砍倒之后，奋力点燃了尸骸，顿时阴间发生了巨变。阿杰打散了阿苏的鬼魂，傻强再也无力回天了。阿杰终于把爷爷魂魄带回了阳间。影片到此基本结束。我认为这部片子拍摄的还行，满分5星，我给打分3星半。故事的设定不复杂，但是运用了大量特效，而鬼魂的妆容很有特色。本片还是印尼的老毛病，时长太久了，差不多2个小时，完全可以删减一部分。结尾还有医生老卡的彩蛋，看样子还要拍摄续集。其实应该给老卡的戏份多一些才是，他的演技是很棒的。好了，谢谢大家的捧场。